下午6点半，天色渐暗，一个急匆匆的身影一路小跑着进了古玩街。这人一见古玩街，便直奔着处于古玩街最核心位置的吉庆堂而去。此时的吉庆堂经理陈宇飞正跟几个伙计一起看店，店里有几个闲逛的散客，陈宇飞交给了其他几名伙计应对，自己则满心焦急地等着张二毛派来的小弟。几分钟后，一个人影冲了进来，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老板在吗？咱们店里收古董吗？”“收啊，收。”陈宇飞立刻热情地迎上前去，开口问道：“不知道您打算出点什么东西？”那人四下里看了看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红绸布包裹的饰物，随后他小心地掀开其中一个角，露出了一条缝隙，让陈宇飞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，随后赶紧又盖上，低声道：“这可是上好的东西，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拿下来了。”陈宇飞笑着说道：“瞧您说的，在整个金陵，如果还有我们吉庆堂拿不下来的东西，那您这东西就没人拿得下了。”说着，他一脸高深地说道：“您刚才给我看到的东西，我只看到了一点点，似乎是个底座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以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，那应该是个明代的东西。这样吧，请您一部 VIP 室，咱们到那里详谈。您也好让我仔细地看一看东西，也好给您报个实在价格。”那人忙道：“行，赶紧的吧。”陈宇飞将他邀请到了后面的 VIP 室，随后便将门关上，里面仅留下他们两人。原本这 VIP 室里面是没有监控的，自从萧长坤打了玉壶春瓶之后，宋婉婷就让人在明显的位置装了监控。那人进来，见房间里竟然还有监控摄像头，便连忙问道：“你这里怎么还录像呢？我来这里的事情，可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。”陈宇飞心里很清楚，这些对话其实都是安排好的剧本而已，于是他便笑着说道：“这个您不用担心，这是我们内部的安防摄像头，主要也是万一大家对东西有什么纠纷或者是异议的话，有监控可以留存一份证据。干我们这行的不得不小心，万一您拿一个本身就有瑕疵的瓷器，在这里故意摔了，说是我们弄坏的，要我们按照正常市价赔偿。要是没有监控的话，我们也没处说理去啊，对不对？”那人无奈摆手说道：“行吧，我是来卖东西的，可不是来坑人的。你先看看东西吧，如果行的话，尽快给我个价格。”说罢，便将那红绸布包裹的东西递到了陈宇飞手上。陈宇飞接过东西，将佛像本尊以及配的底座分别仔细地看了看，随后笑着对那人说道：“兄弟，这东西着急出手？”“对。”那人点点头道：“只要价格合适，现在就能出手。”陈宇飞高深莫测地笑了笑，问他：“你这东西打算报个什么价格？”那人伸出5根手指：“50万，50万。”陈宇飞哼笑道：“看这东西像是明代宣德年间的铜佛，工艺和器型都很好，如果上拍卖会的话，至少能卖100-200万。找一家像吉庆堂这样有实力的古董行寄售，至少也能卖到100万左右。你怎么50万就要卖了？”那人叹了口气：“不瞒您说，这东西是我们家老爷子的。老爷子今天下午刚刚咽气儿，家里的古董都让他列遗嘱留给了我大哥。我是想着老爷子竟然这么偏心，那我得替我自己争取点东西，所以我悄默声的把它拿出来，想赶紧卖了变现。你也不用跟我说它到底值100万还是200万，甚至300-500万，我也不贪心。您给我50万，这东西就是您的了。”陈宇飞反问他：“既然你家老爷子已经列了遗嘱，把东西留给你大哥，你悄悄拿出来，这可就是盗窃了，那这东西也就是赃物了，你觉得我敢收吗？”那人立刻说道：“我们家老爷子东西多了，这只是其中一件，而且我大哥本身不懂古玩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件东西，也不知道它值多少钱。再说，如果这东西光明正大，我也不可能只要50万。您干这行认识的有钱人多，要是能找到一个有钱人花100多万把它收了，
那您不就赚了大几十甚至上百万吗？说罢，他一脸肉疼地说道，情况我跟您都说得很清楚了，所以我也不跟您墨迹了，我再降10万，40万您要能拿您拿走，不能拿我再找别人看看。陈宇飞鄙夷地嗤笑一声，说道，哎呀兄弟，你这演技确实不错，故事嘛也编得挺好，只是你选错对象了。你以为我陈某人能做到吉庆堂的总经理，还能看不出你这点把戏吗？那人表情闪过一丝慌张，连忙说道，什么把戏？我诚心卖东西能有什么把戏？你要你就要，你不要就还给我，大不了我不卖给你了。陈宇飞轻蔑地笑道，你这佛像确实不错，器型做工都很好，但是这皮壳一看就是人工做就的，以我看来，这东西虽然不是现代工艺品，但是年代也不会太久，最早也就是晚清到头了，说不定还是个民国早期的东西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你这个底座还真是大明宣德年的大开门老物件儿，只可惜它只是个底座而已，没了本尊，这底座也不值什么钱，小几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了。所以你这东西我看呀，最多也就值个7、8万，你拿来卖我50万，还搞得好像放了一个大漏儿给我，这不是把我当傻子忽悠吗？那人顿时慌了神，连忙道，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笑话！陈宇飞倨傲地说道，我在摸爬滚打厮混了这么多年，要是连你这种小把戏都看不出来，那这么多年岂不是白混了？说着，他将东西丢回给了对方，冷声道，兄弟，想坑我，你还是太嫩了，回去再好好修炼几年吧。那人接过东西，紧张又害怕地说道，对不起啊老板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，还请您不要跟我这种混口饭吃的瘪三一般见识。陈宇飞厌恶地摆摆手，行了，拿着你的东西滚吧。哎，那人慌忙将东西揣进怀里，头也不回地夺门而逃。陈宇飞自己背对着镜头，满脸的暗爽，心中感慨，妈的，原来这就是靠技术装逼的感觉，虽然明知道是演的，但是也真的很爽啊。想到这里，他戏精上身，看着那人逃走的方向，冷笑道，天底下比我陈宇飞聪明的古董骗子还没生出来呢。说罢，直接关上 VIP 贵宾室的大门，重新回到了大堂。而那人从吉庆堂碰壁逃出来之后，便揣着东西在古玩街上四处溜达。这时，周良运刚好准备关门歇业，打算去超市采购一些生活用品，好好规制一下自己用来居住的2楼。那人也刚好鬼鬼祟祟地来到他的店门口，抬头看到周良运，四目相对，他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地问道，老板，您这收东西吗？